今天要来做阳台瓷砖的美化工程，这个是目前房子美化的重中之重。这个是我在当初看房子的时候，我看到这个阳台，第一眼我就已经想说，我一定要重新翻新美化这个瓷砖。那先带大家看一下在美化之前原本的样子。这个就是我当初所看到的，可以看出瓷砖经过40几年的使用，其实真的已经脏污破旧了。瓷砖缝隙也都是这种黑黑的脏污，还有一些看起来就是刷也刷不掉的污垢。大家应该可以很明显的想象出来，就像是许多老房子一样会有的陈年脏污。这个可以说是我买房子之后最期待也最想要赶快施作的美化工程了，因为太想要做这个。如果是白天施作的话，我还要等瓷砖干燥，我有点等不及了。我在某一天的晚上就心血来潮，赶快先把墙面清洁了一番。可以看到，光是这样的刷洗就已经洗出非常多的污垢。这不只是污垢，这是43年的历史。尤其是靠近屋顶斜面的这个部位，因为大雨会从顶楼冲刷污垢下来，所以它累积了非常多的灰尘。这个不刷洗，光靠雨水冲刷是洗不掉的。然后第二天的白天可以看出来，经过刷洗之后，脏污虽然都被清洁掉了，但是还是有许多污渍的地方，或是瓷砖已经变质变色了，一看就还是老房子的那种瓷砖。最后再看一下在瓷美漆美化之前的样子，要记住，这可是美化之前最好的状态了。这集影片不是业配，我会知道瓷美漆这个东西，是因为我在确定要买这间房子之后，我就开始疯狂的上网找一些翻新的方式，然后就有看到这一篇装饰生活的老屋阳台改造这一篇文章，然后我才知道居然有瓷美漆这个东西。这个瓷美漆是专门用在瓷砖上的翻新，因为瓷砖其实跟一般的墙壁粉刷不一样，墙壁粉刷基本上就是刷在水泥上，所以可能要先刷底漆再刷面漆。瓷砖光滑的特性，普通的油漆可能会附着不上去，而且也会失去原本瓷砖表面光滑的质感。然后瓷美漆这个漆，我研究之后觉得最大的优点就是它只要涂一次超级省工，而且它会维持瓷砖原本表面光滑的感觉，另外还有防水的特性。瓷美漆寄来的时候真的是封得严严实实的，甚至连开盖都费了我一大番功夫。它的本体分为硬化剂跟主剂两种，厂商建议调配的比例，硬化剂跟主剂大概是1:11，也就是硬化剂1对上主剂11的比例来调配。另外可以用挥发性溶剂，像是香蕉水、松香水、甲苯当作稀释溶剂。原本我怕比例调不好，所以其实我也有事先买好磅秤，但是最终我还是觉得一次施作完全是最无脑最安全的，所以我一次把所有都混合在一起。它是会硬化的，所以是没有办法留到下一次使用。打算今天就把所有的瓷美漆都涂光，因为这个比例必须要严格遵守，效果才会是最好的。但其实我不太确定我调配的这个量到底可以施作多少的范围，而我目前只有先清扫半边的阳台，所以我有多准备一块后阳台的地面，想说一起施作看看。原本后阳台的地面是这种砖红色的老旧瓷砖，还有奇怪的颜色，这都是无法通过清扫而去除的。而瓷美漆有强烈的遮蔽效果，所以应该是可以把它全部都覆盖掉。其实涂这个目前的感想是，它没有特别困难的地方。最困难的应该是呼吸吧，因为它是油性漆，所以一定有味道，加上又要用挥发性溶剂当作稀释剂，
所以它是建议在户外通风的地方施作，不然真的是蛮臭的。这边我失误计算了一个地方，虽然我有预想好要留门口这一块，但这种门外推的地方应该要先把门后面先漆完，才不会造成现在门拉开后也没有落脚处的地步。来看一下最后的成果，右边一开始的地方比较稀，所以微微透得出原本的砖，但因为这边要放洗衣机，所以就算了。大概知道1桶漆可以制作的范围之后，我又找了一天，赶快把另一边的阳台也清扫干净。跟另外一边一样，也是充满着43年累积下来的尘埃、灰尘、垃圾跟脏污，来一段实况沉浸式冲洗。有了上次半边的经验，我知道其实1桶瓷美漆对半边的阳台范围是绰绰有余的，所以我把剩余的漆直接涂在了铁栏杆上。原本这个铁栏杆我是有另外买金属的专用漆，想说应该是会比较适用，但是我也不管了，我就直接瓷美漆给它漆下去，但发现其实也是完全没问题的，它的覆盖力跟粘着度也是很好。所以在我看到的范围内的铁架，我也都尽量用剩余的瓷美漆把它漆上去了。那下面的范围漆不到，我就力有未逮了。姑且就这样子，最后看一下瓷美漆漆完后的效果。可能原本的瓷砖就不是说非常的完美，所以看得出来表面还是会有微微的凸起，或是因为过多油漆涂料而有的水痕。但远看来说，其实是一点问题都没有的。而且瓷美漆它的确在表面形成了一个保护膜的感觉，它非常的坚硬，水珠脏污都会浮在上面，用水一冲其实就可以冲掉了。清洁来说真的是蛮好清洁的，所以我对瓷美漆这个印象真的是超级大加分。原本地板应该是要做遮蔽的，但是我的遮蔽真的是做得非常的差，我后面其实就已经有点半放弃了，我就不遮蔽了。反正想说地板最后我也是会上瓷美漆或是其他的美化方式，但是基本上因为它太强力了，所以大家该做好遮蔽的地方，大家还是要做好。然后可以看到，如果是跟完工前对比的话，不仅瓷砖完全翻新，连缝隙也都变成纯白的样子，看起来好干净，非常的赏心悦目。靠近天花板原本有无法去除的脏污，感觉是顶楼水泥剩下来的。但瓷美漆也是很好的把它覆盖掉了，几乎快看不出来了。第一次的半边都是用附赠的4寸刷，我认真的说，刷得非常的辛苦。第二次的半边我用滚筒刷，那个速度效率真的是快上超级多又轻松。建议大家面积大一点的话，一定要用滚筒，小地方再用油漆刷。但滚筒比较会有毛刺的感觉就是了。最后我甚至连我的除热式热水器我都给它漆上去，欲罢不能。如果完美主义者很要求平整的话，我想应该是不太可能的，因为如果浓一点的话，它就很容易会有刷痕；淡一点的话，会有垂坠的水滴。总之，翻新就是要放宽心，就算是它有一点粗糙的表面，这也是个老屋的痕迹，就我个人是完全没有问题的。铁架我就是随便乱涂了，余料能涂多少就涂多少，毕竟我只能涂一个面，甚至它还会有小钟乳石的出现。在涂完后，因为瓷美漆是油性的，所以必须要用香蕉水来清洗。如果手和脚的皮肤有沾到油漆的话，也是要用香蕉水来清洗才可以。所以真的是有蛮不舒服的味道跟触感，有洁癖的还是不要自己轻易尝试。我买的是一组白色跟专用的4寸毛刷，大概是1300。以这个省事的程度跟这个效果，只要涂刷一次，并且有这种强力的遮蔽效果，我觉得是非常值得的。我现在才发现，他还说可以施作于外墙屋顶，
具有反射80%以上热源隔热效果。在它的卖场也有很多人问说，这个产品跟止水盾的差异根本就是一样的东西，只是换了厂商、换了包装、换了名字、换了价格。我在脸书上常常看到类似的防水漆广告，会不会其实它们也是类似的东西呢？它也写说不是只有适用于瓷砖，它可以适用于任何水泥、板岩，室内室外都可使用。我只能说这真的是太神奇的商品了。如果我的防水厂商过了保固之后，也许我会考虑用石美漆把整个屋顶还有水泥都涂满。我真的该把冰冰漆的预算改买这个，毕竟施作完的效果我觉得完全达到我想要的程度。大家觉得这个效果如何呢？这次的 DIY 美化瓷砖就到这边咯，之后还会有其他的居家改造影片，喜欢我的影片再帮我订阅、按赞、加分享哦。我们下支影片见，拜拜。